怎么就是血鬼？又见面了，小猫咪。放心，这次我不用演什么故意放跑你的把戏，直接把你杀了就好。果然是你搞的鬼！小猫咪，爪子还真利啊！逗你玩还真是有趣啊！逗你玩也挺有趣的。你居然还带了个帮手！哎，咪！我曾在书中见过陈渊描述，恰如此景。纪伯载打造的灵犀井与陈渊这般相像，他已不是追求之身，却还是被困在这里。黄粱梦就在这儿。黄粱梦。血印，纪伯载与我结了心印，这是他为了防我，重新加的一道封印。
这些都是陈渊最求的死灵。这些陈渊的无辜生灵，不是已经被放了吗？他们根本就没有平安离开陈渊，是穆启白把他们又抓了回来。如今，他们已被剥去元神，死在这里，永不超生。怕你？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长成参天大树。不可能，若水仙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不是已经……好好进食吧。原本你们只需要在陈渊做些苦工，一切都是季伯仔揭穿。如今陈渊被封，司叛堂放了，就算你们知道的不多，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泄露了什么秘密，所以你们就只能做饲料了。韩风君。可不要怪本君呐，要怪，就怪季伯仔好了。好弱呀，真的太弱了，轻轻一折就断了，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能保住你自己的命啊？我一点都不弱，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可是很有韧劲儿的，我一定要活下来，
长城参天大树。果然，你也很想变强的吧？我好不容易才得救了，我不能让娘亲失望，不能让救我的人白费功夫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好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仅凭这么弱小的你，是无法靠自己成为强者的。不如退而求其次，成为强者的一部分。或许，这也算是个幸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吃了剑叶草，护士病都好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季仙君作为礼物。我的命是母亲给的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谢谢你，季仙君。住手！原来缔结心意是为了要人们这样做夫妻，同甘共苦，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，感你所感，见你所见。
七伯才。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，不值得。我利用了若神，我利用他揭开了自己的仇恨，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他。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根本就没有顾他的死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七伯才，穆七白，他用来滋养妖兽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，多的是老弱妇孺，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机会，他们也都是无辜的，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牢瘾。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君的司令。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，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？可是，可他们都死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是我累了他们。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
黄粱梦，我找到了，但他下了道血印，我拿不到。血印，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。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，那咱们……林烨，你怎么哭了？而且，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，我应该很开心，我应该想哇，幸好他在这里。但其实，不说这些了，而且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消灭妖兽军，对付穆七百，对吗？嗯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，先把你的毒解了，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，你选哪个？林烨，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。什么老不死的好人，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？等你牙都掉光了，小鱼干都吃不了了。就问你，跟不跟？想清楚啦？啊，这就答应我了啊！你居然失去了对陈渊的控制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陈渊表面上是被司判堂查封，但没有人知道石灵树和陈渊相连。这几日我足不出户，喂养妖兽，因此无需着急，再有10日，定能成事。韩风君，你弄错了吧？该着急的是你。不是我们。若非这陈渊适合孵化妖兽，你哪儿来的机会？是我疏忽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季伯仔。本君此番前来，也正是为了季伯仔。黄粱梦真的在他手里？季伯仔算计了我2名手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替那薄玉兰报仇。他与博士的关系一定匪浅。没有直接回答本君的问题，看来你还真的不知道黄粱梦的下落。本君真的怀疑，你也想保全季伯仔，让他有朝一日拿下青云大会，成为6境第一，让你们吉星渊彻底的摆脱逐水灵州。我对逐水灵州绝无二心。就算你有，那也没用。青云大会的输赢，谁来了也翻不过来。季伯仔知道妖兽军的存在吗？尚未察觉。齐星渊这个破地方，连船车都走不利索。少君，哎，还是有劳韩风君亲自加把力呀。
是。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判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乌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仪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药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药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药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百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药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，就这么定了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博仔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博仔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极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极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
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皇军送的礼，季贤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贤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贤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样正好，这事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，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贤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都说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季贤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怎么想的？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
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仔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是为了跟我回乌龟海吧？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仔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儿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仔？不，仙君，季伯仔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。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仔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县打
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祭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傅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傅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掉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傅会来找你们的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吉星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吃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
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？这么厚结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吴贵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出事。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。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。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有灵脉吗？万一灵魂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。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基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
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纪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我，瑶光山太子明宪，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瑶光山连胜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何须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，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吉星渊输给吉星渊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吉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
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输了，就剩这么多啊！是啊，福泽都没有了。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输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没饭都管他，没有脸。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已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1000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
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显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